这次中国男足呢还是没有踢进到会内赛。那日本男足这边呢还是维持他们一贯这个亚洲最高的水准，他们现在的世界排名是第18名。就有一些好事者就开始嘲笑借题发挥了，说哇我们足球踢你们啊，你们这么多人还踢不进世界杯，笑死人之类等等。已经有50万的这种中国观光客这个退票了，不到日本去旅游。那如果说每一个观光客到日本是消费1万这个人民币的话，算起来的话，日本就损失了5亿人民币的这个收入了。这些极右派的分子在那边讲说，哎，你们不来，我们这边很清幽。你们现在可以讲这种话，可是你有没有替那些从事观光业者来着想？那这些人真的是苦兮兮的在过日子。好，节目一开始的头条话题呢，我们依旧来看中日之间现在的紧张关系呢，都因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论引发了中国大陆这边的强力谴责，做了很多一系列的制裁，包括观光、包括贸易、包括外交等等上面现在多重抵制潮。那就连日本重要的盟友美国总统川普呢，也都打电话来关切给这个东京说应该是要劝日方不要再挑衅中国了，在台湾议题上呢，现在应该要紧急喊刹车了，因为呢就怕日本这个小弟会打乱川协会之后现在美中关系好不容易往正轨在发展，那如果有人出来捣乱，那怕会受到阻碍所以来劝和一下。那么这个最新的进展是，高市早苗呢也对了日前发生在香港鸿福苑这个大火事件表达了他的哀悼跟慰问在情感面上呢是稍微有向大陆示好，缓和一下。不过现在高市在日本国内的民调还有他的声望呢是持续受到这段时间抗中的红利持续的提升，甚至有不少以往对政治冷感的这些日本的年轻人他们都觉得说，这个新的首相好像不太一样很敢说，也很有想法，所以呢，他们也变得开始关注政治议题了，甚至有人觉得高市早苗很酷那觉得这个女首相很有魅力。所以我想先请问张教授，你怎么看高市他现在操作外部的矛盾，来帮助自己在国内内部的这个治理有加分的效果？但这是一把双面刃不只得罪了中国，如果万一把美国的仇恨值也拉上来了，中美轮流修理日本，他顶得住吗？我认为这个日本是想把美国拉住，然后共同来对付这个中国大陆。那高市早苗他这一招呢，会被美国看破西洋镜。因为这怎么看呢？因为毕竟中国大陆、美国、日本这个三边是采取一个动态的互动。那动态互动最后面会走到动态的平衡。那动态平衡，这个美中日在这一方面，我认为在日本来看的话，是有一些到最后面会有些吃亏。我们来看几个因素。第一个，美国跟中国大陆有一些相互的需要，在经济上、在国际上、在外交上。对，因为中国大陆是这个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在这个甚至在区域稳定上面，中国大陆也扮了一个关键的角色。关键是美国在这一方面会对中国大陆在一方面，尤其我们讲到的最近讲到那个大豆要卖到中国大陆，已经年底到了，也需要中国大陆广大的农产品市场。那这样的话，美国就会对日本相对的约束，这个一定要这样的。因为美国不约束日本，那中国大陆对美国的这些我们讲的外贸上的需要，中国大陆大门会打开吗？它会有限度打开而已，并不会全面打开。那对美国的这个经济的需求来看，是不是会受到影响？所以我认为美国会因为这三个因素：国际因素、外交因素、区域稳定因素，还有我们讲的经济因素，会对日本有所约制。那第二个我们来看就是历史的因素。我们在2战的时候，日本不是光打中国大陆他打珍珠港他也发动在太平洋战役。太平洋战役总共美国损失了20万人大兵，这个都是宝贵的生命了。那唯一侵入到美国领土，包含我们所讲到的阿拉斯加，那个阿拉斯加，那个白令海峡，日本入侵过，日本还打过珍珠港，甚至日本还派潜舰攻击美国西岸，这个都有的。那这样的话是唯一入侵美国的。那这样的话，美国会不会美国或时有时就会相信这个事情？这个是历史的遗绪。但是因为你要翻旧账，这些都会弹出来。那这样看，那美国在这方面所吃的亏，要不要算这些账呢？我们还没有去讲到冲绳战役，所以美国对全世界也就用过一次原子弹，就是日本。就日本，这是什么？这就是历史的因素。对，川普他当然会想起来嘛，这是历史的因素。那第三个，我们来看这个地缘战略来考量。地缘战略考量，我们知道日本在这一方面一直川普有讲有些盟国，他比我的朋友还占的便宜还多嘞。日本一直在对美国贸易
我们叫粗糙，一直赚美国的顺差，就讲的就是这个嘛。你赚我的钱，还要靠美国去保护日本，为什么？美国在日本驻军54000人，他就想着我在保护你，你还赚我的钱，你都拿了好处，所以为什么要对日本？我们讲到了要5000亿美元的由日本到美国投资，就这个嘛，因为你赚我太多钱了嘛。另外一个也希望日本提高国防预算，多多买美国的武器装备。为什么？你不要让我保护你啊，你要多买我的武器，然后去保护你自己啊，不要老是靠我啊，是这个意思。第三个，美国驻在日本的相关的这些基地的维管跟行管费，日本来出，而且每一年都要叠加上去。是你不能说，这些我是住在这边，你通通给我维护的好好的，我是来帮助你的，不是你来帮助我，是你来你这些你都要来负责。所以我们来看日本在这方面，它会因为美国越来越走向现实主义，而会把这些的清单把它摊出来，看，我认为日本会受到川普总统这方面的约束，然后美国总统川普会跟中国大陆取得某一程度的默契，来换取经贸上的平衡跟利益。是，好，这个就看之后三方怎么来继续这样子博弈跟协调。但是现在高市的种种行为呢，在日本国会方面看起来还是占优的。因为根据日媒共同社的报道，日本众议院的小党改革会呢，他们现在有3名国会议员也许是认同高市内阁这阵子的政治操作，他们要倒戈了，要加入到自民党跟日本维新社这个执政联盟派系。那么如此一来，就会让现在最大的派系在众议院的势力从230席增加到233席，可以说是突破了总席次465席的过半门槛喽，让这个执政党首次呢在石破茂政权时代后又重新掌握了众院的过半席次。那未来呢，他们就可以不甩在野党了，可以直接单独投票通过。那这无疑是加强巩固了高市内阁的这个意志的延伸嘛。所以杠上中国就有政治奖励这已经是否反映了现在日本政坛当前的一个投机路线，甚至是说日本民间现在的主流风向也是这样子。杨老师对日本很熟悉，你怎么看？直接画个等号，我觉得倒还言之过早。因为这3位改革会的成员本来就是维新会里面，然后呢脱离开来，自己成为一个党团。那现在加入到由自民党跟维新会共同组的执政联盟，所以变成3个这个党团政党跟党团。那没有错，总数在众议院里面是超过过半，因为加起来233，总数是265嘛，465。可是，在参议院呢？参议院现在这个改革会是没有成员了，因为他们只有3位在众议院里面。参议院总共是248席，自民党加上维新会，现在只有119席，还差6席。所以并不是2院都过半。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会对在众议院里面的法案预算会是一个大的帮助。那至少你不需要在2个院都再去做协商，然后去做折冲。可是这个会引起另外一番考虑，就是这是不是对于高市这一阵子操作台湾有事的议题，以及中日关系紧张情况之下，好像日本的右派民意的集结在支持他。表面上真的是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日本右派的民意，我觉得现在真的是冲到了顶端，把高市的民调也冲到了超过70%以上哈。那我个人觉得，从这种民调看起来是如此，但是未来高市会不会如日本小报所预测的，比如说解散国会，那可能就会太碰风了啊。同时，另外一个观察的就是，你民调的支持度跟你对外政策是不是要画等号？你难道民调支持度就鼓励你去搞右翼、搞反中、搞抗中？高市事实上这一阵子不是啊。你看，结果引来了大老板美国的这个就是敲打，川普根本就是在敲打高市嘛。就高市当然就接到讯息了，日本国内也接到讯息了，整个在相关的论述回到原点，可是呢，并不愿意撤回发言。那其实我觉得川普根本是为德不足，川普应该一开始就说你撤回发言就好了嘛。结果呢？讲的比较委婉，高市就以为说我稍微退回原点，那他是退回原点，然后呢，反对党的立宪民主党的党首野田佳彦说，这个可以算是事实撤回了，北京不接受的，你没有撤回，那可是又另外犯个错误，又讲到了旧金山合约，不，你旧金山合约跟台北讲 OK 了，因为台北的民进党政府觉得听这个很高兴，可是你对北京讲那。等一下，你跟北京建交的时候，
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另外2个政治文件，你就当不存在了嘛？就说它不存在了，因为你不是就讲说认知理解到这个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而且后面还有一句话，会遵照波茨坦宣言的第3条。第3条里面谈到的是什么？就是开罗宣言必须要实现。那这个意思就是很清楚了。你怎么面对台湾问题的时候，你本来只是讲台湾有事，日本可能会出兵，结果你现在又在间接附和，台湾地位未定。虽然日本主张是说，他没有立场，因为他已经放弃。等一下，你现在是对北京在讲话，你不是跟他建交吗？你不是接受一个中国吗？结果呢，你现在把台湾的地位又再一次拿出来去希望符合美国 AIT 跟国务院的说法，我认为北京气死了。他说你一个问题还没解决，你就冒出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现在北京一定还会再出招，然后呢，这个僵局会持续。但这个出招会不会太大太重，我们不确定，因为北京大概也要给川普一点面子。没错，川普毕竟还是就是等于是他还是出面跟川普跟那个高市直接讲话。对，所以我是觉得接下来这个中日僵局还有的持续，而中日僵局并不代表你国内的这个右倾的民调支持，你就可以为所欲为的去做事，最后伤害的也还是日本的自己的国家利益啊。是，那最近呢，相信很多日本人民都感受到，就是陆客不来了造成的观光损失财一定是肯定有的，那也应该蛮可观的。但是也有部分的日本人就觉得说，哇，拍手叫好啊，认为这个清幽的环境终于回来了，这些诗阁旅人终于不来了。甚至有日本媒体更过分他们开始把这个体育的表现拿来当做嘲讽中国大陆的素材了。我们都知道，明年2026年就要开踢这个 FIFA 世界杯足球赛了，可以说是全球关注度最高、收视人口最多的一个体育盛会。那么这一届的这个正赛、会内赛呢，扩编到48队可以说晋级资格又放宽了。那我们亚洲区获得了8.5个参赛名额，但很可惜这次中国男足呢还是没有踢进到会内赛。那日本男足这边呢，还是维持他们一贯这个亚洲最高的水准，他们现在的世界排名是第18名了。所以呢，就有一些好事者就开始嘲笑了，借题发挥了，说哇，我们足球踢你们啊，你们这么多人还踢不进世界杯，笑死人之类等等的。但是我是觉得这样讲不厚道了。好，足球方面确实是日本比较厉害，但是其他体育项目呢，奥运奖牌呢，对不对？这些东西中国哪有在输日本的？所以被一些激进的少部分人拿出来操作，会不会觉得说？张军觉得现在日本有些人真的有点小人得志我觉得这根本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我们先讲观光，在第一时间来讲的话，我们就已经得到的数据是已经有50万的这种中国观光客这个退票了，不到日本去旅游。那如果说每一个观光客到日本是消费1万这个人民币的话，那如果说这样算起来的话，日本就损失了这种5亿人民币的这种这个收入了那光这笔钱来讲，那他们评估过，在日本来讲，它 GDP 会下降0.29%。那虽然初步看起来不高，可是我特别要强调，这只是开始。所以这些极右派的分子在那边讲说，你们不来，我们这边很清幽。你们现在可以讲这种话，这些极右分子讲这种话。可是你有没有替那些在从事观光业者来着想？不管是观光业的旅馆、饭店、游览车甚至于说是开饭店的，或者是卖观光纪念品的，那这些人真的是苦兮兮的在过日子。但是我特别要强调这只是开始而已，这还没有见到终点。那后续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告终的话，我觉得后续来讲的话，那我不见得一定要到你日本去玩啦。包括现在我们都知道，像泰国现在这个总理就很欢迎中国人过年过去玩那去年我还记得这个总理那时候他还没有当总理的时候，他亲自在泰国的机场拉一个红布条欢迎中国人来玩。甚至于他当了总理以后，他特别讲，他就是华裔100%华裔的血统。可见得，如果说我不去日本玩，我别的国家大大的欢迎。尤其是说韩国，这个时候我们看到韩国的观光股票来讲突然大涨因为有一艘这个邮轮本来要去日本的，结果现在就转到韩国去了。那除此之外，那包括海产也是一样海产来讲的话，现在中国不买这个日本的这种海产品，
那你日本就拼命吃嘛，你们这些右翼分子，你再去讲那种风凉话嘛，你可以把这些海产当饭吃哈，吃到饱，你可以不吃大米哈，不吃这个粮食，你就每天光吃这些海产，行吗？我觉得你要站在一个国家立场来想哈，不能光是讲这些话，就是第一个是川普的话，第二个是很标准的叫做民粹的用语哈。那日本这几波操作下来，我觉得你看它的损失有多大，在目前来讲，我们看到，自从高市早苗讲这种话到现在为止，股市、汇市、债市三杀全部都倒下来。股市来讲，它跌了将近4000点，也就是跌的幅度快要到7%那么多哈。那债券来讲的话，它这个殖利率暴冲到1.8这么多，也就是它股票债券价值已经下降了。那汇市来讲前一阵大概就已经跌到比照美元到1比156哈，可见呢美国经济。日本经济本来就已经状况不好，如果说再加上这种中国对你的这种只是观光、只是旅游、只是这个方面的制裁来讲的话，那你就已经造成这么大的伤害。那这只是开始，那后续来讲还有的看。之所以说体育活动，其实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体育专长哈。对。这个甚至于每一种人种，比如说是像游泳来讲的话，这个黑人就游不过白人，对不对？哈。像中国也有他专长，比如说是奥运的金牌，像全红婵，他那种身材就适合跳水。厉害。这个那日本来讲的话，由于你们发展比较早，你们这个足球踢得比较好，我们也承认。可是中国他没有因此而自卑。中国我经常看到网络上面很多人中国在这个调侃自己的足球哈，经常有看到这种言论出现。那他也不会说是好像我足球踢不好，足球踢不好不是重点。那其他的体育项目来讲，不管是我们看到这个在田径场上面的跑步哈，这个甚至于跑过100种人，甚至于游泳也游过100种人哈。那甚至于这个在更不要讲说跳水啦、羽毛球啦、乒乓球等等各类。所以我觉得你日本这些极右派的，纯粹就是一些民粹的说辞，事实上对你的国家、对国力有什么帮助呢？我看到日本，如果说你整体来讲的话，你经济只有继续的衰败。你目前来讲的话，你如果说高市早苗，你学你的师父安倍，你继续举债来讲的话，那日本人就继续过得不好嘛。那你就算会踢足球又怎么样？踢足球不能当饭吃啊。好，观众朋友，今天我们要来特别针对这一场中日的这个争议持续的做关注。3个火线话题，今天会请来宾帮我们特别做解答。持续来看到的是，在我们看到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一句"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疯狂挑衅之后，中国大陆这回不忍了，从几个面向来做着手反制。首先，我们今天关心到经济面，他下了重手，陆客3天就直接取消掉了49万张的机票。那么根据了解8兆金恐怕未来如果没有人来日本玩的话，那么8兆金来自于大陆的就会完全的断崖式蒸发了。日本经济这回真的惨了吗？第二招是外交冷宫的杀招，李强这时候拒见高官来自于日本所以他们急着奔到北京去赔罪。日本接下来能够拿什么来换回中国大陆停手制裁呢？最后来关心，不只是中国大陆针对日本做的制裁，这一回包括了韩国、俄罗斯3方也同时拉远了和日本之间的距离，让日本的外交突然间完全陷入在孤立当中吗？高市他的右倾操作是否反把日本推进了外交孤立的深渊当中呢？今天都会一起来做关心。我们持续关心，在高市说了这一句有争议的话之后，现在大陆也不忍了，直接祭出杀招反制，恐怕让经济本来就已经失落30年的日本再陷入万丈深渊里面去。这一回今天的特别报道30分钟，我们会从中国大陆的杀招，包括了经济、外交、军事3把刀同时落下，刀刀往日本的要害砍，来做一个特别的报道。首先，我们来看到在经济上面的血洗，刚刚特别提到了，从15号到17号这3天，在观光上对于日本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首先，49万张的中国飞往日本的机票完全被取消掉了，占他们的总量将近是超过30%的取消量，预定会是预定的27倍左右。其实中国
大陆对于日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的旅客，因为光是截至9月份，我们就可以看到旅客数达到922万的人次，人均消费其实也不错，23万的日元，总额达到8.8兆。如果中国真的这一回都不愿意去日本旅游的话，这8.8兆的经济的这个弥补的缺口该怎么样补上呢？持续关心，包括了在观光类股的方面也受到了重挫，而且是集体的暴跌的。先来看到百货龙头3月合一式单暴跌幅度超过12%，资生堂股价一口气暴跌11%，其他像是无印良品、东京迪士尼还有唐吉诃德的股价也全面都一起重挫。这时候专家做出预估了，如果大陆持续的抵制的话，将使日本的实质 GDP 下滑幅度高达0.36%，而不只是在经济上面的这个处理，中国还针对了日本的相关的软实力、文化。他们的电影的输出做了限制，包括《鬼灭之刃》票房在高市发表争议的言论之后，迅速的下滑。其他日本的电影，像是《蜡笔小新》，还有其他的这个《鬼灭之刃》等等，现在都说会持续的直接被暂缓上映。节目一开始要来请教尚志哥怎么看的？到底日本对于中国经济的依赖有多深？少了陆客，日本经济会崩跌到什么程度？中国下一招还有哪一些具致命性杀招的经济手段？我们首先参考数字哈，中国跟日本之间的这个经贸状况。那所谓日本呢，其实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进出口的依赖程度大概25%左右，而中国对于日本的进出口大概只占5%而已。所以谁比谁更需要谁呢？其实很明显的哈，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对于日本的市场，无论进出口来讲，也不是说可有可无啦。但相较日本25%这个数字还不是可以说是还是比较保守估计。而且在这个对于占日本的进出口25%当中，我们不得不说啦，在它的比例里头，作为所谓的原先的制造业、工业或相关的这些非软实力、非这种所谓的观光财啦，或包括农产品这些比重还是超过70%哦。那所以这个数字来讲，虽然这个占比现在我们看到刚刚其实思敏介绍了这些那么多样的东西，但终究它的差别在哪里，在感受。我想首先第一个感受其实就股价。股市的部分，在这一波这个股市，按照道理，包括像 Uniqlo， 我想台湾很多的民众都很熟悉的，这一次这个暴跌，基本上是除了过去经济这个跌宕很大，因为 Uniqlo 作为全世界的市场发展非常稳定，包括今年它在美国也有很大新的这个攻破，所以这个部分的股价的变动，完全就是中国的部分的因素。而这个当中体现的就是在哪个呢？首先就2笔钱，中国大陆不让它轻易赚了。一个就是刚刚讲观光，包括像留学，因为已经出了警戒，而且这个警戒当中，这个警示之后呢，不是只是一个警告而已哦，其实整个配套的退票、订票的，还有包括特别是旅游，甚至不卖日本的旅游的产品，这个影响性真的是很深远的，而且看起来是这个是蓄意为之，所以这个是什么？就不让你在日本里面的日本人赚中国光客的钱。除此之外，刚刚讲《鬼灭之刃》，大家不要小看哦，像我们都是《鬼灭之刃》这个卡通的支持者，《鬼灭之刃》只上一部在中国大陆的票房是超过7亿人民币的，所以单一部这个电影，特别是卡通动漫这几年表现非常非常的好。动辄都是7亿，甚至有超过10亿人民币的票房，所以单这个票房的影响，以及这些软实力的文化，其实对于中日的一些情感或关系，其实是作为两国人民当中或社会当中的比较温和的调润剂。一旦这个部分其实都产生强烈的影响的时候，就表示中国大陆的民间真的很恨日本。所以我们现在除了看，基本上在外交部北京方面，基本上几乎每天都有批评，从事情发生之后，几乎每天。除此之外，我们也要看的部分就民间。当然，民间网络上当中，很多网民都非常的愤慨。我看到最极端的是，他们已经做了电脑动画，解放军攻打日本的电脑动画都做出来了，到这么样的极端。但我们要注意的部分是什么？是中国大陆政府让网络上大家还是这么热，就表示说这个部分的愤慨是一个集体性的东西。那接下来要观察什么呢？我就要观察像水产品。因为先前水产品的部分呢，作为过去福岛事件当中中断非常长的时间，后来在石破茂跟王毅共同的努力之下，好不容易双方打通水产品，才刚刚完成进出口可以到大陆。那如果像这么样的比重很高，
对于日本的渔民，包括还有农民其他方面的，一旦如果水产品回过头来又砍断的话，我认为这就表示中国大陆还有继续更多的重手会出，除了我们看到现在这些硬实力跟软实力的这些数字之外。好，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是大陆现在也是跟着民意这个恨日本的情绪不断的在蔓延，所以大陆官方祭出的3大招，刚刚说从经济观光下手，还有留学生做各种的限制之外，恐怕造成日本的经济受到重大的影响。现在第2点，我们要来看到大陆的第2个杀招就是外交了。中国总理李强是直接宣布了，在 G20 里面他拒见高市早苗。中国大陆持续在补一刀，取消大阪领事馆原本要参加的日中的这一场友好活动。日本政府听到这个消息，其实也是吓一跳所以立刻火速派出了他们的外务省高官急奔北京。根据了解，日本是准备要在这场会谈当中特别的，好像有点替高市说个话。本来他们可能会来强调的是说，高市的发言不代表日本要改变日中联合公报的立场，而日本依旧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的合法政府。这样子在外交上面辞令上面的一个改变，就中国会买单吗？那接下来日本可能还会端出什么来赔罪的方案呢？大使有怎么看？这个日本能端出什么不重要，是中国大陆接不接受比较重要。那这次这个日本派外务省的这个亚洲及大洋洲局的局长金井正章赴北京，基本上就是要说明，这说明我们这个高市早苗涉台言论并没有改变日本对这样相关问题的既定立场这个有一点点把这事情看太简单了。那他会去的原因，他自己也讲了，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希望这个中日之间的风波不要影响到双方人员的正常交往。也就是说，中国大陆限制观光或者说去这个他们这个老百姓去日本留学对日本是造成很大的这个经济上的这个打击，所以他才去的。所以并不是他真正认为他这句话讲的有什么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一次金井正章可能他不晓得已经离开没有，因为他可能还在北京吧。那这个周旋我想他可能只能把一些话传回到东京，因为他的层级不够高。那这件事是首相这个惹的祸那可能要相当高的层级来做出一个怎么样一个回应。中国大陆现在要求很简单，收回发言，就把你讲的话收回去。那收回发言其实有很多方式啦，你可以再次的再做一个正式的一个宣布，就像1971年的中日的联合公报一样，就是说日本政府了解并尊重台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可分割的领土一部分，那可能要再做重申，就等于就把你的前面话把它这样子否定了嘛。那所以就是说，我认为未来的话，中国大陆可能会提出来，就要不然就是说你更高层的外向以上，外向以上的，做一个正式的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公开的一个发言，那么要不是说没有改变，而是要再次重申，台湾在日本这个政策里面的立场因为这次这个高市早苗他这个发言，这个是等于偷渡了2个概念。一个概念就是台湾在日本政府里面，过去从1971年1972年开始，日本不承认台湾为一个国家。因为这个立场，为什么我说他偷渡了？因为他在引用所谓的日本的安保法里面说这个会造成所谓的日本的危机存亡事态。什么叫危机存亡事态？它基本上就是说，它的前提是什么？他说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国家遭到武力攻击，那这个遭到威胁到日本的生存，那它前提是一个国家，对，那他用这一条的话，那就等于日本又承认台湾为国家，所以它是2个概念。另外一个就变成就是说，台湾他认为是一个国家，第2个呢，它会因为这个会影响到日本的生命自由、人民的生命自由，所以变成是日本的危机存亡事态，所以解放军就是说他的自卫队就可以行使自卫集体自卫权。那所以它是2个概念，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要说对中国大陆，对任何国家来讲
都是不会轻轻放过的。因为这个高市早苗这个挑衅啊，事实上连日本人都觉得他非常的轻率跟危险，相当的危险。所以我认为对于未来的话，可能就变成就是说，要不然你这个外长啊、外相以上的官员，这外相还有这个所谓内阁官房长官，要不然就是你的首相，你做一个正式的发言，那发言的内容的话，你也不必说我收回，可是你就要重申很多日本的立场。另外一个很有可能的就是说，双方啊再签订一个联合公报，对于这个台湾问题啊。那么日本再做一次承诺，所以如果我觉得这两个基本上，如果日本不能配合的话，那我认为刚刚讲到的这个什么只是人员的往来的这个停止然后几个电影片不能演，这只是小菜，后面还有很多大菜，随便点一个，稀土，对，稀土。那日本拿不到，日本的很多工厂就要停工了。是好，第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外交上面，中国大陆已经对这个日本在尤其外交上面发布了严正的一个警告。没有想到，在中国大陆发出了警告之后，其他几个国家竟然一起跟进，在这个时候也对日本要跟他们关系疏远。他们是包括了南韩跟俄罗斯。我们先来看到南韩怎么说。南韩在这个时候调整了韩日中的这个官号的一个排序，把它调整为韩中日也就是说把中国放在日本前面，准备是不是要趁机大赚一笔陆客财，让这个南韩的观光股在这几天突然间大涨了。那另外一方面，本来南韩跟日本之间就有一些的争议，就是空中加油这个事件，所以南韩当时就是直接暂停了跟日本的自卫队联合搜救的演训。韩日关系也瞬间降到了一个冰点。再来看看俄罗斯因为受到这个俄乌战争受到来自于日本的制裁，所以呢，俄罗斯已经宣布了会无限期禁止30名的日本外交官和学者入境到俄罗斯，并且在和日本有争议的这个北方四岛进行军演，完全忽视于来自于日本的抗议。整体来看，我们现在看到包括了中国大陆、包括了南韩跟俄罗斯三方同时跟日本拉近距离。高市早苗这种比较右翼的一个操作，是否害了自己，让日本的外交反而陷入在孤立当中？干哥怎么看？其实现在就日本跟大陆之间的，因为这样高市早苗的不当发言，可是在国际间也引起很多涟漪，大家就没有注意到。像韩国一向他们在外交实力上，因为我们用中文来讲的话一定是讲中日韩，对不对？那韩国他们的习惯是叫韩日中，也就提到三方关系的时候，他们是这样摆的。可是现在变成什么？变成比较拗口，叫韩中日了。你知道，就在中文比较拗口，可是，在韩国的话，他们就觉得这样比较顺口了。就中国要摆在日本的前面，因为这个在官方文件或者是你在这个媒体上面，你看到的会觉得说，让韩国人自己本身他们会发现说不对，那个好像状况变了，你知道？把中国提到日本的前面，为什么？不为什么？因为最近发生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有一架韩国的特种部队飞行队的一架那个黑鹰直升机它竟然越过了独岛。韩国叫独岛，日本叫主岛。这个岛始终都有争议，为什么？因为这个岛实际上是韩国在控制，但日本一直说那是我的，韩国说那不是你的，那是我的。所以这个岛其实距离两国都分别是160公里左右这样子，然后就说距离两国都是差不多的距离，但是呢，因为韩国先派了什么？先派警卫队上去，先派警卫队上去之后，只有34个人，那个岛上到现在只有34个人而已。可是为了这个事情，你们韩国的这个直升机怎么可以飞过独岛呢？然后飞过了，还要求跟日本说，在附近的岛屿要求加油。他说这个简直是欺人太甚了。所以为了这个事情，老实讲一句，也引起了外交风波。所以光这两件事情，韩国竟然你说有点也是有点可笑，就是说，韩国说本来今年的这个月就11月13号到15号，韩国的军乐队要去参加日本海军节的军乐表演，他说那我们也不去了，连军乐表演都不去了，这个只是一种交流。那影响所及，最新的就是日韩两国的海上联合搜救训练。其实这个联合搜救训练在美国主导的 RIMPAC， 也就是
环太平洋演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训练，各国参加的都必须要经过海上联合搜救训练，你知道为什么吗？就万一有潜艇沉了，或是船海军舰艇沉了的话，那你要怎么在最快的时间把人给救上来？各国都要参加，澳洲啊、纽西兰啊、日本啊然后还有这个印尼啊等等这些国家都必须要参加这个训练。日本跟韩国已经进行过10次了，20多年来进行过10次，但是最近却停了。你就晓得说，其实韩国跟日本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因为中国的事情而造成的这种影响？不一定。可是俄罗斯就很明显了。俄罗斯最近公告30个名单上面有的，不管是日本的大臣学者，还有富士电视、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的记者，不得入境。为什么？那就是报复你日本在北方四岛的争议上面一直都没有对俄罗斯友善。我觉得俄罗斯在这方面又宣布了要在北方四岛进行军演，这我觉得日本在外交上面这段时间真的感觉到很孤独啊。日本的政坛正式的变天了，我们赶快带观众朋友来看到这是最新消息，在今天高市早苗在首相的指名选举中确定胜出，正式成为日本史上的第1位女首相了。好，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自民党跟维新会签署了联合执政的协议，高市早苗他所领导的自维联合政权也等于是正式的成立了。来自于东京大学的研究员这边所做的分析，接下来高市早苗要几个议题上面，大陆恐怕都要担心了。第一个议题是在台湾问题上，他的立场还是比较明确的；历史问题上毫不妥协；最后是在领土问题上会强硬到底。这个对于北京来说是3重警报的来源吗？大师怎么看？当然啦，就是说高市早苗，他事实上他是以他的极右立场，在这个日本政坛闯出名号的。他不是现在开始，他过去年轻的时候。他的各种质询啊，各种发言啊，就代表日本的这个极右的力量。那可是问题就变成你今天好不容易在各党的平衡之下你拿到了这个首相位置，也不是你自民党一个党今天这个很舒服的拿到国会多数席，你当首相，你是靠这个联合政府的话。那你就不是只是单纯的一个怎么样自民党的首相，你是这个是联合政府的首相，所以他各种立场他必须要怎么样，要不只考虑只有他做这个自民党极右派的这个立员的这个立场，他的concern比较多，对，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如果他很多立场跟过去立场有所差距的话，他也说得过去，这有2层的可以让他在这个跟中国大陆的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领土问题上，他做怎么样？做比较多的跟他过去的说法不同的一些做法。那这一点我倒认为他会有弹性，而且这个联合政府跟这个完全执政就是变成有一点差距。然后现在就是说整个大环境来讲，对日本来讲的话，他所要面临的问题是美国的咄咄逼人，美国的跟要怎么重新定义、重新修改美日的这个关系，那这个部分他也做了强硬的发言，这是日本民众比较关切的。那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事实上的话，那么我认为就3大问题：台湾问题、历史问题跟领土问题上的话，可能会比较起冲突比较多的，还是台湾问题。因为台湾问题事实上的话，过去在一段时间内，台日之间的各种实质的交流已经有提升就是说有提升的，不管是军事上面的交流，或者政治上的交流，一种建制化的一种讨论的架构从一轨半搞到快一轨了或者2轨搞到1轨半，1轨半要往1轨这个方向走那这都是很敏感的问题。那这些部分我觉得还不到是说他怎么发言，而实际做的部分，我觉得可能是他将来跟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会真正认真对待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冲突点啦。那现在他刚刚上位，然后呢，在民主政治上常常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一个民主党人当了总统以后，正常情况下他会证明说
我跟共和党也蛮像的，因为共和党的总统当选以后，他一上任的刚开始他会说，我跟你们民主党也有沟通的空间。那一个极右的一个日本首相上来，他会不会把他的立场往中间调？一般来讲的话，可能性是很大。不过我们也不是抱一个乐观的期待只是说在这一方面，我觉得中国大陆也是审慎的。中国大陆这个郭家坤外交部发言人他说希望这个日方与中方相向而行，然后呢，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各项原则，信守在历史、台湾等重大问题上的政治承诺。可是中国大陆没有提领土之情、历史和台湾问题上所以中国大陆我觉得也是严格在观其言最重要还是听其言最重要还是观其行。那我觉得他任何对台湾这个各种发言如果说是对中国大陆引起强烈抗议的话，那我们也要注意对台湾也不利，不要把它认为会对台湾极为不利。是，所以日本在这个两岸问题上煽火煽得太多的话，我想对台湾的绝对是弊大于利。好，这个是我们看到高市早苗当选首相之后，我们要来关注接下来的中日台的发展。另外一方面，还有就是美国跟日本之间接下来的贸易谈判会怎么谈，这恐怕也是日本的民众最在意的一件事情了。因为当时大家还记得吗？这个9月份的时候，美日才签署协议，美国呢要对日本进口产品课征15%的高关税就算了，还要预付这个高达5500亿美元的投资，大幅增加买美国的农产品。当时的这个时任的前日本首相石破茂就被日本的民众骂他说上权入国不懂谈判。而最新呢消息，我们来看到川普最近呢是在孙正义的牵线之下，邀请了这个南韩、日本都去，还有台湾的企业一起去佛州来谈，据说可能就是了解一些经济上面的议题。接下来高市早苗上台之后，会不会来重新改写包括美国跟日本之间的一个关系，还是日本可能会又被敲竹杠？上次哥怎么看？我想现在石破茂这个谈判的部分呢，这个5500亿的部分还是很吓人的，而且这里头是川普可以指派45天前要汇到，然后而且刚刚讲说获利的部分，日本回收之后呢，未来赚的钱90%给美国。乍听之下，日本是搞什么鬼啊？可是我觉得大家不要看这个表面，要知道全世界除了现在中国对于美国的谈判当中很强硬之外，过往长久以来跟美国谈判最有经验的就是日本。日本就在广场协议当中，泡沫经济就是跟日本谈出来的，日本怎么会忘记了？所以其实在过去这个框架里头，我们很清楚，懂的人就知道，这个就是拖延战术。虽然很多川普指定或等等，可川普改来改去，因为日本一边说都给你，可是日本的同仁告诉你说，我们要投资半导体跟投资稀土，这些是基本上很不容易钱下到位马上就获利的东西所以这个其实都看到，其实日本其实有策略的，看起来是服软，可是是拖延。可是现在高市早苗，其实他这次在选之前，他会讲说他要重谈。他觉得这不好，所以我觉得高市早苗就是不懂。虽然他在经济方面也有他的路线，比如说他是货币宽松政策，他一上任马上日本的股票就涨得死去活来，包括我们录影的这当中才接近5万点的历史高点，很惊人的。可是问题是，就是谈判关税这个东西跟你的刺激股市是不一样的。高市早苗会刺激股市，可是他的谈判当中非常天真，而且忽略了石破茂他当时这种以拖待定的这个部分。当然，现在川普就是要你预付，那这个东西现在对南韩后面会不会对日本乃至会不会对台湾，他都心之所至啦。但预付这件事情很可怕，就基本上钱就要交过去了，那南韩大概就崩溃了啦。是同样的问题，来干哥怎么预付啊？对，不是融资贷款啦。You have to pay， 你现在要付给5500亿，你知道5500亿什么概念吗？5500亿大概是80兆日元，80兆日元是日本去年 GDP 总共115兆，80兆就占了2/3。那你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现在整个国民生产毛额的2/3我都要交给你，而且我要预付。天下有这种道理吗？可是就像上次讲的，日本人他是有策略的。其实坦白讲一句，他们就是说，好，我答应，但是呢，我们应该要去想一想，如果这5500亿我们是要用在什么地方啊？比如说，我现在答应你川普，我们现在武田制药已经收购了，用60亿美金去收购了
美国的一家2还2的那个制药公司，生物制药公司，他已经真的买了。也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落地美国生根了，怎么样？你很开心吧？另外一家未知数公司也真的这样做了。那他们认为说，像投资这个东西，日本是可以回收的，但需要一些时间。那以前日本都是投资什么？就买美国国债啦。那现在他们认为说，有一些生物科技。有一些就是资讯科技，或是能源，或是医疗，这些比较冷门的这些行业，如果川普真的要我们去投资的话，我们是可以做的，因为这些地方是可以谈的。我觉得高市他如果说真的他要重谈的话，应该是从这些方向去谈。你讲到这个那个，就说那个孙正义安排台湾的、日本的、韩国的3个国家的。这个企业都是大企业，你知道韩国去了什么企业吗 ？LG、三星韩华都是这种公司的代表的企业代表，到海湖庄园半小时车程外的川普高尔夫球场，就是他自己的高尔夫球场，去了那么多的企业家。然后台湾到底去了哪个？不能跟你说，为什么？保密。然后日本去了呢？不能说，保密。韩国的可以告诉你，所有大企业都去了，而且分组谈判，每一组都还派一个官员去盯着你，看你们这几个国家到底要不要给。日本我们知道5500亿，韩国多少？3500亿，台湾多少？2500亿，这可能都要附在前面。我不知道我们的国家能够怎么样，我们能不能学武田制药，还是我们还是只有从头到尾我们都只有台积电而已。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看台湾可能会喘得比较厉害了。这是我觉得国家是真的是大政方针，不能够再拖延下去，要真的派专家到美国去好好跟川普谈才对。好，一方面是在地缘政治上，还有这个各国之间的谈判；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来看到日本的内政，因为真的在10月份真的是比较动荡，大家就是在看说今天这个首相出炉了，高市早苗是不是他的战略上面也是一个成功呢？因为我们来看到10月份的日本发生了哪些事情？10月4号，高市早苗当选自民党总裁；10月20号，国民党退出合作26年的这个自公联盟；10月20号，日本维新会终于是倒向了自民党，促成了自联联合政府。而立宪民主党原本是以玉木雄一郎夺权，但是因为维新会倒戈是全盘瓦解。高市早苗是不是凭着他的战略成功稳坐了首相之位？老师怎么看？事实上，这个我觉得他不是高市早苗厉害，而是自民党他执政很久他真的是姜是老的辣他稳住了他的执政权不然的话，这个他马上就是要面临要政党轮替。那当然他很聪明的，就是说他把这个就是说在野联盟里面可能成为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少数的日本维新会把他拉过来，然后跟他共同阻隔不过日本维新会事实上他等于也以小博大，他跟这个高市早苗合作的这个条件是什么呢？几乎高市早苗把这个日本维新会所提出来的要求照单全收那所以现在所有的自民党也非常担心，就是说再下来怎么收拾，就是在临时国会第1张支票要兑现，要删减众议院议员50席，这个涉及到每个国会议员的地盘。